有缘人，你知道什么样的人才是有福之人吗？你有没有想过往后余生怎样才能做一个有福之人？如果你觉得自己目前活得不如意、不顺心、很焦虑、太辛苦，我这条视频你千万不要错过。我会给你提供一套完整清晰的有福之人打造攻略，彻底教会你怎样从平平庸庸甚至厄运不断变成顺心如意、好事连连的有福之人。只要你是一个有心的觉悟者，只要咱们之间的缘分到了，你看完之后一定会立刻顿悟，马上改变，并且受益终身。现在我们就来探讨这个话题。这个影片有点长，耐心看完必有所获，所以请先放下手头的事，仔细的聆听。请先回答我一个问题，你知道人生在世短短几十年，有了哪些福才叫做有福之人呢？我猜可能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必须有钱富足，财源滚滚，这个确实很重要。但实际上有的人财富多了之后反而是一场灾祸，金钱让父子反目，兄弟成仇的例子太多了。所以财富仅仅是有福之人的一小部分内容。人生有五福，五福都达到，都圆满了，才叫有福之人。这五福：一曰寿，二曰富，三曰康宁，四曰优好德，五曰考中命。什么意思呢？第一个叫长寿，长寿是不能用金钱来计算。有很多得了绝症的人，他愿意倾家荡产把自己延寿1年。所以你说人的长寿值多少钱？那是无价的。第二个，光长寿还不行，咱们还得善终。人做好人好事，有善心就能善终。我们发现自古以来大凡的高僧大德，他们的事通常怎么死的呢？我们叫做圆寂，叫圆满的去世。所以他们都是善终的，所以善终是很重要。第三个是我们大多数的人都终其一生想要追求的，叫富贵。这个富包含2个层面，一个叫物质财富，一个叫精神财富。幸福感它本身就是个精神财富，我的精神很富足。还有一个叫贵，这个贵不是说这个人身上穿的东西都很贵，用的很贵，他是受人尊敬，他是一个很尊贵。尊贵并不是说我的官做得有多大，我的社会头衔有多高，不是。这个贵是什么呢？是人家见到了你觉得非常的尊敬。那请问为什么我要尊敬你呢？那肯定是你对众生有贡献，你是好人，你帮助了很多人。要不然你看有很多人非常有钱，但是他不尊贵，人家可能表面上对你很尊敬，其实是因为你有钱有势，但是背后里头都要骂你个臭土豪。这种人是富而不贵。第四个叫康宁，这个康叫身体健康，这个宁叫心灵安宁。你看现在有很多人很焦虑、失眠、很烦恼，甚至得抑郁症。
都说心里不安宁，每天心里很苦。在这个五福当中，最重要的根源是第五项，叫好得你所有的长寿，所有的富贵，所有的善终，以及所有你的身心的康宁，基本上都是源于你这个人有慈悲大爱，你人品高尚，你道德高尚，所以你愿意为别人多付出一些爱心，多去做一些对社会、对众生有帮助、有意义的事情。所以我们会发现，自古以来，不管是在从政的也好，是从商的也好，是在各行各业领域也好，最终能够让一个人长长久久地维持昌盛的，维持成功的，其实并不是能力。有能力的人到最后兵败如山倒的那是比比皆是，并不是资源。因为资源就像一饭碗，一摔就碎，并不是人脉关系。因为今天的好友可能成为明天的敌人。而什么东西才是能够跟随我们一生一世的福报资源呢？其实是我们一个高尚的品德和慈悲的大爱之心。这个道德经有一句话讲得很好，叫做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这个大自然的法则都是很公平的，但是常常有时候对心地善良的人，老天可能会给我们多一些福报。所以一个有福的人，或是一个有福报的一个家庭，他首先的第一件事情是你必须要把福药能够传播给众人，叫福来福往。所以我们中国老祖宗这么几千年来，把福气当成是一个人的资产，这个给别人福，其实就是在我们自己的福气的账户里头去储蓄，去积累我们的福气资产。你想要有福气，你先得把福气把它付出去，你才会有福报。这五福包含了人活在世上追求的主要的幸福方向。然而大部分人都会犯一个致命的错误，那就是只片面的、偏重的、优先的追求金钱财富，而忽视了其他方面，认为有了钱就自然而然可以拥有其他一切。这也恰恰正是很多人赚不到钱，或者赚到钱很快漏光留不住的原因。我必须告诉你一个颠覆认知的真相，你必须什么都想要，必须极致的贪，必须追求各个方面都圆满，各个方面都有福，那么赚钱就容易了。如果你只追求赚钱，那么赚钱就很难。记住，能赚钱的原因是在你每天心心念念、反复纠缠的赚钱之外。因为财富只是结果表现出来的香，而这个香怎么来的？它是由很多你在其他方向上制造的因缘共同合而成。也就是说，你在追求赚钱的同时，你必须同时追求，甚至优先追求寿命长、身体健康、心灵安宁、乐善好施、被人喜欢、服务别人、播种功德。不然老祖宗也不会教导我们厚德载物。其实不只是厚德才能载物，还有命长才能载物，身体健康才能载物，内心纯净安宁才能载物。
储备的能量大才能载物，小心翼翼追求善终才能载物。99%的人活颠倒了，活失衡了，只追求一种福，其他4种福全都不要。由于没有其他4福的支撑和承载，只想要钱，结果很难变有钱，即使侥幸有钱，也必定很快漏光，留不住。这是终极的规律和宿命。这个真相你必须反复的体悟才能明白过来，扭转过来。如果你能深刻理解了5福，那么最大的好处是你会有敬畏心了，会懂得人生平衡均衡的含义了，你会变得小心谨慎了，你不会什么钱都敢去抓了，你知道赚钱的因果联系了，你会更合理的投注精力和能量了，你不再片面了，局限了，你会大胆地追求5福都圆满了。因为如果你的人生5福圆满，它们之间是相互促进、互为因果的。我们想要做一个5福圆满的有福之人，必须首先明白5福是怎么来的。5福出自《尚书》洪范，分别是长寿、富贵、康宁、好德、善终，分别代表了生命各个层面的追求，而5福同时拥有，才是真正圆满成功的人生。幸福本源于心，归于心。同样，对于内在的梳理与重建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这是唯一一条能走得长久的道路。达成5福圆满的人生，需要一个完整的幸福心学体系。我曾经写过一副对联，上联是身心一如生妙觉常乐，下联是德智双运走金光大道，非常清晰地说明了4心如何生5福。身心一如是一种身心合一的状态，心就是意识、念头，心怎么想，就会说出什么样的话，做出什么样的事情。身体是跟着心走的，而当我们的心能够内在呈现出这种幸福的时候，身体自然是健康长寿的。因为我们身体大多数的疾病都是由生气引起的，一个强烈的负面情绪出现之后，身体就会出状况。所以当内心能稳定地呈现出幸福状态，身体就不损耗。在修心的过程中，身体必然得到改善，实证的意义也显示于此。这种身心双安的愉悦状态将逐渐形成习惯，长此以往，自然能得到长寿。这是5福的第1福。然后说到妙觉，这个觉是非常的妙。为什么非常妙呢？因为有了觉知，我们才能真正的掌控自己。我们曾经都学习过很多的知识，在学的时候觉得自己掌握了，也有信心能够做到，因为知行合一嘛，知道了就一定能做到。而事实上，我们能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吗？可以这么说，过了短短的兴奋期之后，基本做不到。因为没有觉知，比如我们知道不应该发脾气，知道对身体不好，而且在很多时候会让矛盾越来越复杂，对自己对事情都是有伤害的。
但为什么很多时候还是会发脾气呢？就是因为还没有进入实证的学习。一个完整的实证系统一定是由知到觉，再到行，它是知、觉、行三位一体的。如果我们对每一个当下的自己和环境没有觉知的话，事情一来，我们会立刻随着习惯去做，学的再多也用不上。所以这是四心的第一个心，觉知心。而长长的长字也非常的重要。我们都有过那些内心幸福的时刻，从理论上来说，我们能有它，那么也能长久地拥有它，但是它可能只存在几秒钟，然后就消失了。我们如何能够长久地保持住，让这种偶然成为必然？这就要说到四心的第二心，专注心。在没有进入实证学习的时候，普通的心都是散乱的，乱时各种念头纷杂，开始想工作的事，突然又想到小孩，想到晚上要去接他，想到还要给他做饭，层出不穷。这个叫乱心。散心呐，是外在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，心一下子就跑到了外境上，心随境转。这时不是自己做主，而是习惯开始做主。我们都称作自己的主人，可是有几件事情是真正能够由自己的心智来做主的呢？大多都是习惯在做主，浑浑噩噩，想一想都非常的可怕。唯有当我们有了专注的心，我们才能够把这颗心真正管起来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才能做到常字。只要认知到了，就完全可以在当下显现出来。即使心法的修习刚刚起步，也是可以立即收获到与以往不同的结果，完全是新的自己。慢慢地把心的相续延长，方能长久保持。这要通过具体的方法来练习，最终得到长乐。这就是康宁，是五福的第二福。下联的第一个字是得，得讲的是利他心。得是外在评价，而内在的根源是利他心。一个人不自私，能利他，才会被评价为有德。如果特别自私，损人利己，那就会被评价为缺德。所以德的本质就是一颗利他心。都知道利他心是对的，但真遇到事情能做到事事利他吗？做不到，还是因为没有全明白。关于利他心，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详细的解读一下。首先，我们站在整个人类社会的角度来看，人类社会是所有人类本着平均利益最大化、平均伤害最小化的原则而形成的。因为在远古时代，每一个人类个体在面对自然时，生存都是大问题，只有联合起来组成家庭、家族、部落社会，才能更好的生存发展。最早的远古人每一个都要做很多种工作，既要去采野果，又要去打猎，还要做衣服等等，所以生产效率低。后来大家慢慢地聚到了一起，发现通过分工与交换，
可以让生产效率变得更高。擅长采野果的就专门去采野果，擅长打猎的就专门去打猎。随着分工的出现，每个人的生产效率开始提高，生产力发展了，在互相交换劳动成果，每个人都比以前更富足，社会也就发展了。在社会层面来看，个体能够得到社会什么样的回馈，来源于这个个体对社会提供了什么样的贡献，这是社会层面最根本的规律。所以有一颗真实的利他心，你为社会提供社会需要的产品服务，社会才能回馈给你财富、名誉。曾经和很多做企业的朋友对于利他心有过深入的讨论。做企业要有利润，否则无法生存，所以利润在企业里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但利润不是企业的最高使命，企业的最高立足点一定是放在为社会服务上，只有如此才能得到社会的回馈。为100个人服务就得到100个人的利润，为10000个人服务就得到10000个人的利润，就这么简单。服务的越多，对社会贡献越大，得到的利润就越多。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，不断找到社会的需求进行服务的企业，是能做长久、做强大的。那些把得到最大利润作为最高使命的企业一定走不远，因为已经偏离了社会的需求，偏离了根本的规律。这是宏观上利他性的作用。我们再换一个微观的角度来看一看利他心。举一个案例，一个人走在路上，突然被另一个人撞了一下，这时自然升起了一个愤怒，之后随口就说了一句：“你走路不长眼睛啊！”一言不合，2个人打起来了。我们都不希望被打，但导致被打的根本原因在哪儿呢？是因为被人撞了一下，所以最后就打起来了吗？其实不是。同样被撞，一个修养好的人，他就不会骂人，也不会打起来。所以被人撞着一下不是那个根本的原因，它只是一个条件，这叫缘。而那颗愤怒的心才是真正的因。接着骂人的语言叫过，而最后2个人打起来了。教保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是4个字：缘、因、果、报。在这个层面上打开，大家会找到解决问题的核心所在。不想要不好的报，只能通过改变那个因来改变。发一个愤怒的因，得到愤怒的果；就骂人，得到愤怒的报。2个人就会打起来。如果发一个利他的因，就结利他的果，语言和蔼了，就得到了利他的报，2个人就交上了朋友。所以一切事情最终的结果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们面对的是什么，而取决于我们当下的心是什么状态。善因结善果，恶因结恶果，这个是最根本的逻辑。而我们在所有的当下，如果都展现出这个利他的心，最终还是自己最受益。利他才是真利己。
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，越来越顺利。所以利他心是德，是富贵的根，这是四心的第三心。利他心成就五福的第三福。好德，德是富贵的根，要结出富贵的果，还要展现出智慧，就是把事情办好的能力。很多人拿经验当智慧，这是不对的，因为经验有时能把事情办好，也有时会把事情办错。智慧是外在的体现，它来源于内在的清净心。这个清净心就像是一面干净的镜子，首先会产生安定快乐，这是内在幸福的根源。接着清净心和觉知心的结合，能把当下的一切完完整整地观察清楚，不带任何主观分别评价，看到真实的客观，才能找到当下的客观规律，再用合适的具体方法解决事情，则能做到实事求是。它会随着不同的客观而生出不同的解决方法，实实在在地把事情办成功。这就是四心的第四心，清净心，得到五福的第四福。富贵、利他心与清净心同时存在的时候，德智双运就能走上这条金光大道，在所有层面上全部展现修身、齐家、治国平天下。内在心的状态对了，身体好，家庭好，事业好，社会好，一以贯之，一脉相承，内心喜悦，自在安详，颐养天年，寿终正寝，这就得到五福的第五福，善终。如此，长寿、康宁、好德、富贵、善终，五福圆满，所有人生追求全在其中，无一遗漏。四心生五福，就是幸福心学体系的基本脉络。内心安利稳定了，上层建筑才会慢慢的稳定，才会有所有层面的长久、和谐、圆满，这是一切的核心。孔子这样描述自己的一生：50有5志于学，30而立，40而不惑，50而知天命，60而耳顺，70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孔子15岁时立志做学问，30岁时确立了基业，40岁时成就了专注心和觉之心，无论外界如何变化都不会被迷惑。50岁时懂得了天道永远利益万物，没有伤害，天长地久，不求自得，成就了利他心。60岁时成就了清净心，对一切不分别，那就没有难听的话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自然得到真实的智慧。70岁时四心圆融，既开得了天性，自由自在，用在社会的规则里，把事情做好，中规中矩，这样的一种状态就叫做圣人状态，成为万世师表。我们和圣人相比，在心性上就差着四心：专注心、觉知心、利他心、清净心。每个人都有可能成长为圣人，
只是以前没有这个认知，现在只要重新确立好方向，按照体系不断践行，则成果必达。福报不同于福气，福气是在世间上得到一点福利而已，而福报包含世间福和出世间的福，它来自于修行的功德力，必须具备优良的前因，才会结下诱人的福果。看到这里，你是不是迫切想知道如何才能增加我们人生中的五福呢？接下来我将与你分享增福的8种方式。1. 少执多放。人不要太执着，执着于一点往往失去全部，要把眼光放大、放远、放开，要能放得下，才能提得起。2. 少傲多谦。做人要谦虚，所谓满招损，谦受益。太自满、太傲慢，让人看不起，谦虚的人才会受尊敬。3. 少私多公。人不能只为自己而活，因此不要处处只为自己着想，要常常想到别人，想到大众，能够少私多公，才能融入大众，才能扩大小我。4. 少忧多喜。人生苦短，不要让生命充塞太多的忧郁、伤感，要把欢乐、喜悦常驻心头，并且影响他人。5. 少爱多慈。爱是有染污性的，是自私的，是不将就的，唯有把爱升华为慈悲，才能平等对待一切众生，才能对人有所注意。所以我们要少爱多慈。6. 少色多得。不要把生命浪费在爱情、美色的追求上，因为爱情、美色会随着时间迁流而产生变化。我们应该在道德、修养上用功，这才是永恒不灭的。7. 少自多他。不要凡事只想到自己，要想到自己以外还有他人，包括父母、兄弟、姊妹、同学、朋友、同胞及一切众生。8. 少聚多容。泰山不辞土壤，才能成其大，所以能够少聚多容，才会增加福报。行善不一定要用金钱，一个人如能劝人改过迁善，启发别人智慧或良知，担任义工，照顾病老，鼓励安慰别人，铺桥造路，维护环保，甚至时时心存慈悲，面带笑容，去孝顺父母，去善待一切众生，包括人与动物，则这些都要比单纯的捐款更具功德。行善如果出自纯粹救人的动机，则此种无相布施的功德可说是最大。反之，如果只为沽名钓誉或由于自私原因而布施，则其福报便非常有限。不过比完全不布施要好得多。此即为何同样做布施，有人福报很明显，有人却不明显，其道理也在此。如果有人长期行善，竟然十分意外，毫无感应，则其主因除上述几点外，为善必昌，
为何不昌？必有余殃，殃尽乃昌。为恶必殃，为何不殃？必有余昌，昌尽乃殃。这可能是最好的解释，因此千万不必怨天尤人，反而更应该具备耐心，并深信只要持续认真行善，努力修持，更重要的是除行善外还要修慧，因为唯有修行培养智慧，才能清净心灵，免除烦恼，甚至了脱生死，一切都看得开，放得下，而得到真正的果德。我最后用一句话总结，怎么做一个有福之人？我们只需要不夹杂得失、荣辱、输赢、胜败的算计，做什么事情都全力以赴，全力以赴去爱别人，全力以赴去付出和服务，全力以赴去关照和觉知，全力以赴去担当。无论现在是处于贫困还是富有，都保持100分的慷慨和沉静。其实你根本不用担心，贫穷都是暂时的，关键是一个高级的灵魂和一颗高贵的心，纯净不杂，至诚至敬，用心付出和服务，专注于自己的理想信念和使命，不被资本价值、人情世故、恶劣习气牵引操纵。这样的人很快就能摆脱贫困的，而且一定会成为一个五福圆满的人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五福临门，愿你四季轮转，福常在，好事连连身心态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